它这边我看写叫马奶子糖粘，你看这有拔果脯丝哎。我们现在走过来就是往护国寺、往恭王府，以前和珅的这个家。这里4点半。看到了没有？就是富华斋活不铺。来，进去看看瞧瞧。你好。往结账台的方向走过去啊，就会看到富华斋饽饽铺的创办历史。墙上挂着老板外祖父陈光寿的照片，他是一个清朝的御厨，他的父亲跟几个哥哥呢，后来都成为民国时期的名厨。所以呢，王先生将祖上糕点的制作精华重新的恢复。于是啊，这个代表老北京、代表中国宫廷的甜点呢，就重新的在护国寺街诞生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品味之境的 Border of Taste。今天以邦很开心哦，能够在北京这个应该有100年历史的地方，叫做富华斋，来跟大家介绍所谓的宫廷点心。那我请到一个好朋友，也是道道地地的北京人，一个这个北京的帅哥来领我们吃什么叫做宫廷甜点。来，跟着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这家店也是完完全全还原了这个满族的宫廷的点心。哦，说到满族这2个字我都不会念，这2个字是什么的念啊？饽饽铺，满语的饽就是馒头的意思。啊，饽饽是满语的话。对，饽饽铺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满族人不管这个，可能咱们俗称这叫点心，对吧？不叫点心，叫饽饽呢？因为点心不太吉祥，为什么呢？你要在清朝的时候，对吧？有一个酷刑，凌迟。对，凌迟的最后都是要扎一下，要心脏部位，最后，所以那个叫点心，点心就很不吉利，所以叫饽饽。尤其宫廷比较讲究，绝对不会说点心，叫饽饽。而且我听说这个富华斋，因为我知道好像有这个叫稻香村，北京有2家都很有名。对，但好像富华斋，你跟我说是不是供应很多5星级啦，或者是故宫的这个甜点，宫廷甜点都是始祖在这儿。对，据我所知啊，其他好像据我所知，像边上恭王府的下午茶，恭王府就是和珅的家，他们有下午茶是这些人来代做的，因为很近，往东走差不多1000里吧，就是，然后还有北京得名的安曼酒店的。安曼酒店是好，刚好我们另外一个也上了，这个是八宝杏仁茶，哦，也是他们的特色。这个是宫廷奶茶，你看这个这样，感觉打开起来很有仪式感啊。宫廷奶茶，这为什么它这个奶茶上面有一点点油油的呀？这是酥油吗？跟我们一般那个台湾的那个奶茶是不一样的。这个奶茶是咸的。对，咸。这很像我有一集做的那个英式下午茶，他们也是要一个盘子这样蹲着的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一盘。应该是按照这个从甜到咸，从味道从轻到重来吃。好的，哪一个是？推荐两先吃一下这个豌豆糕，豌豆糕应该是最清淡的。对。这个是豌豆糕。对，这俩肯定黄的是豌豆，对吧？上面是一层果脯。我试试看。很豌豆哎，颗粒感。它完全没有加面粉，就是真实那种豌豆感，颗粒感很浓浓。豌豆味道。很浓郁，好吃。其他的这种豌豆黄，它里面加了琼脂，对吧？但是这种很滑腻，颗粒感很浓，豌豆味道很浓。比我想象中的不甜哎，好好吃哦，好容易入口哦。那这一个好漂亮的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我看好像这也是这是山楂。对，这边是桂花调的一个糖，桂花糖。然后这个是芸豆。对，芸豆。这也是北京著名的小吃吗？对，芸豆卷。
我跟你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象过，我以为它那是包子，不是，它是有点粉粉的感觉，它已经好像起酥起来，不是像我们太这样涌上去的，好好吃哦，而且真的好天然的味道。那个山楂，我就是真的吃到了山楂的这个水果哎，好好吃哦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要吃哪一个？这个是酥皮类的点心。酥皮类的点心，山楂桂花酥，然后上头写玫瑰豆蓉酥，这个是牛舌饼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山楂桂花。你看这个酥也是，我觉得它这一家的很多的特色是它的酥起的很好，开酥开的非常好。这个是到现在都还是必须要手工啊，这个没有办法用机器做的。对，要手工一层一层的。这么薄的酥皮，你看就像跟纸一样啊！我就说，如果你玫瑰浆和香精有那个味道是假的，它这个是你吃两块的时候你没有感觉，你吃到最后的时候，中味才会有这个玫瑰的感觉。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师傅们的宫廷御膳工艺，就他们坚持用手工开酥，推油酥的时候要将油酥一个一个的融入酥皮，然后不厌其烦的将颗粒细细的推开，均匀的裹开，这样子开酥才能够层次一致，层层叠叠。像我弟他是不太吃甜食的，你刚刚切的是什么？这个是牛舌饼七宝牛舌饼，试试看那个起酥如何？它有特别的香气，就是咸咸甜甜的。然后为了要证明这个酥皮有多么酥皮有多么厉害，它像一张一张纸一样的，我就剥给大家看，看到吗？一张一张纸。这个现在国外还流行什么千层酥的什么蛋糕，我们在清朝早就已经在做这种千层酥。你看这么碎，我根本都拿不起来的。有他们这个创始人创始人的外祖父，对，是那边墙上有画，创始人外祖父，他呢是清宫的御厨，专门就是负责面案的，面案的，对。然后他呢家里流传了一个很完整的，就是这个食谱，所以就是从清朝流传下来的食谱。点心这个词其实是从东晋的时期就出现了。据说是一个将军拿来慰劳士兵的一点心意，就做了一些家乡的果子，表示点点心意，因而有了点心之名。后来在唐宋期间，文人们之间有用果子配茶的茶文化，进而到皇宫设席宴，贵族生活中所出现的小零食，也就是所谓垫肚子的食物，都叫点心。而这些看似奢华的点心样貌、配方，也都是到了清朝的时候才确立了现在的样式。听说这个是用琼脂做的这个桂花，它颜色好丰富哦。我来看一下，哎呦，你看嘟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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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感觉。我来把它先搅一搅，我觉得真的很嘟音哎，你看很浓郁哦。试试看，因为我其实蛮怕杏仁味道，怕它会有点太过杏仁。这个是我认为所有杏仁茶的天花板，它这个是用真正的琼脂做的，而且味道是它的杏仁刚刚好，会有一种杏仁是让人很受不了，对对对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又开吃了，因为刚刚本来想说吃完7个，结果没想到欲罢不能，我们又点了3个宫廷小点。这是不同类型的，这个是高类的，对，你看这个呢是叫七星点子，它是很有7传统的，颗星哎，它是按照北斗七星的这个排列，你看到吗？真的是北斗七星哎，有哎。你要不然先尝一口，看7星点，还有奶香味儿，很像饼干，很像奶酥饼干，很细很滑，这很像我们小时候买给那个小朋友，有没有？小朋友不是会吃那种小小的小馒头饼干吗？一样的，非常非常滑，小孩子也可以吃的，很滑很滑。这个有一朵花呢，孙妮鹅芬白糕，这个孙妮鹅芬这个满语但是我不知道真正满语。孙妮鹅芬就是奶的意思。孙妮鹅芬就是奶。对。所以如果叫奶奶叫孙妮鹅芬。对，这个口感应该和这个经典的其实有一些类似，因为它也是一个就是糕类的。也是糕类。对，它的配料也都是是主要就是奶、面粉、糖，只不过上面加上这个一些点缀了一些果脯。OK。
奶味可能是不一样，更浓一些。对，更软一些。更软。它这个比较像饼干，这个比较像是月饼。比较像饼类。原来古人就这么早就已经少甜了，这么养生。对呀，就是不是古人嘛，而是宫里面的。然后对，要吃的健康点。蝈蝈。你看有不同的，跟你说，统称都叫蝈蝈，但是你看稻香村做的，可能它的那个就是平常百姓吃的。我们这个是宫廷式的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就是我从小就吃的，叫沙琪玛。沙琪玛。对，它这边我看写叫马奶子糖粘。面粉，然后炸完了以后，就是变成一小段一小段，然后和那个蜂蜜或者糖和在一起嘛，粘上了。然后它辅料就是像你看辅料，这有果脯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。但是它这边宫廷里头。没有，就是稻香村，我是普通人家，我只吃稻香村。这真的很像我们也有一个叫沙琪玛，也是一个还蛮有名的甜点。可是我发现宫廷就是很讲究，它每个都要放一点果脯，然后让它吃起来也很有那种仪式感，好吃好吃。谢谢今天这个仁子帮我们这么细心的介绍。他本来跟我说我要带一盒回去，我本来说不用，行李带不下，我待会儿一定要买一点回去。宽窄，觉得这胡同有钱有钱。对，那这个就是往以前劫走马开大轿啊，劫走马车啊，所以这边就比较宽。